大陆有一个橡皮艇，橡皮还不错哎。不当然一定要不错才能够不那么远跑来了，从大陆来台湾，到台北港就停在这。那这个钓鱼的人去，哎，怎么看到一个在这边？第二天他们还在这里呢，怎么不走呢？后来才发觉说上面有很多简体字的东西，什么卫生纸啊，什么饮料等等。他发觉哇，搞了半天这是大陆来的哦。然后呢，这个就赶快去报案了啊。然后就在桃园抓到2个偷渡客。但是这个船上有3件救生衣，哦，那2个人需要3件救生衣吗？那还有一个在哪里呢？啊，而且这2个人啊，在桃园爬走了6天，逛了6天。虽然那个救生艇被发现3天，那之前其实就已经在了，在爬走了6天。所以呢，这个现在被这个当庭逮捕，抓了以后到当庭逮捕，向法院声押获准啊。那海巡署果然也证实了，说有2个偷渡客。署长也道歉，署长说：“哎呀，他们这个执行人员没有依照 SOP 完整的作业规定来作业，所以很抱歉啊。”那另外呢，这个小牛啊，国民党发言人就说了：“预算也给你们了，大陆橡皮艇还来闯关，对不对？那你这个破洞补不完，今天这个洞，明天那个洞，海巡署在搞什么？你要给国人一个交代啊！那我们的国安在什么地方？而且现在还在汉光43号演习，他们就这样大跑来了哦。那赖清德也说，海委会也无视破口哦，只是想借机会来讨预算，只知道要预算啊。那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替他们缓颊了，说：哎呀，这要是海岸线都会有死角了。哦，虽然呢他们在巴黎沙滩登陆，但是呢死角难免了哈。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海滩上这艘橡皮艇特别引人注意，2大桶油桶、3件救生衣、剩单脚的凉鞋、手套、钓竿。其中最诡异的就是卫生纸还有可乐，因为标签上印的全都是简体字，明显就不是出自台湾的商品。橡皮艇、海边、救生衣、简体字这几个关键字串起来，让发现这状况的钓客直觉，该不会是中国大陆偷渡客吧？地点就在台北港这边，当时是有钓客连续3天到这里来钓鱼。第2天的时候，他就发现沙滩上怎么多了一个橡皮艇呢？但是当时他以为是其他钓客的，没有多加注意。到了第3天的时候，他看到橡皮艇上面竟然有简体字的物品，而且还有救生衣，认为事情不太单纯，赶紧向海巡报案。在汉光演习前，竟发生中国偷渡客事件，海巡署调监视器追查，逮捕了2名大陆籍男子。虽然橡皮艇上有3件救生衣，但他们否认有第3人，送办后被裁定羁押。根据了解，这2名年约3到40岁的男子分别来自青岛跟乌鲁木齐，他们从福建出发，公称是海钓迷航才靠到台北港，但这大量的油桶要怎么解释呢？而且7月24号上岸后，到了桃园朝阳森林公园，7月30号落网。身上有中国手机跟台币，执勤人员未遵守完整的 SOP 作业规定，有人为疏失的情形。海巡署张署长对此深感抱歉，对疏失人员绝不会包庇，将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偷渡客的橡皮艇躺在沙滩上整整2天都没被发现，若不是钓客惊觉不对劲，报案才曝光。这2名中国偷渡客恐怕现在还在台湾街头到处闲晃。伟汉是干嘛？是故意来试探我们吗？我对这个新闻非常关注，4个字：见微知著。为什么？因为其实它的时间是在7月20几号了，那时候确实汉光还没开始。可是观众朋友，我跟大家报告哈，2025年去年1整年就有29次，29次，1年29次表示1个月就有2次，有71人哦。我们先讲这个 case 哈，3个问题，第一个是2个人还是3个人？你要想2个人被逮捕嘛哈，3个是2个还是3个？好，第一个问题2个还是3个？第二个是从福建出发。还是其实是中继出发？为什么这样问哈？等一下跟大家报告。第3就是他们是航海爱好者吗？还是来测试台湾的海防？那很简单哈，因为观众朋友，因为他的那个橡皮艇，刚刚导播给他的那画面哈，我先说为什么这个东西很困难。可是即使再困难，我们的海防一定要有办法能够防堵。第一，因为它是橡皮艇，所以它本身并没有大量的金属的表面可以雷达测试，好，你根本就抓不到。第二个。雷达本来就是有角度之分，所以你看飞机低飞都可以不侦测，它是贴在海面上面，它很低啊。你看这个根本就海面上就不到1公尺，大家坐在那边，所以橡皮艇几乎难以发现它的这个前进的这个过程中是这样。去年那个国安局的调查报告说，这是淘宝买的啦，所以他怪罪到淘宝很容易买到。这个是什么买的？其实根本就买到，就重点是这个橡皮艇你已经证实，我刚刚讲光是去年就29次嘛，你无法发现它，然后。
刚刚导播那个画面你在看哦，它是有弄了一个马达，所以它其实来的速度，照判断应该就1到2天就能到了。如果从福建出发，那我刚刚为什么会推断说，到底是福建还是中继？这个我们必须后续要去了解嘛，因为它既然都留下了这个大陆的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啦它都留下那个可乐罐了，那它有没有任何的吃食便当什么？那照算要2天，2天不用吃，只要喝一个可乐就可以了，对不对？这样大家观众朋友，既然我都喝了东西，饮料留在那边了，那我这2天从福建，因为从福建过来要2天抓鱼这样。抓鱼那鱼骨头呢？为什么可乐罐留着，其他垃圾丢下海？好，那有人讲说我要吃把它丢下海 ，OK 了。然后再来第3个就是他们登岸以后，东西留在那边，也没有说藏起来被发现嘛，然后跑去桃园逛夜市、逛大街，晚上躲公园、睡公园6天呐。他在测试你多久会发现，他在测试你来了以后会不会被海岸直接就一来就逮住，没有。所以我就说了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去说啊，这个他们很为难，因为毕竟我刚刚讲这已经不是1次2次了。那现在目前找到这2位应该有第3位，不然何必3个那个救生衣？这2位一个是青岛。一个是乌鲁木齐，奇怪，好远很远的地方。对嘛？你就还是你们2个是同学，是不是？那如果是都要逃到这边来，应该想办法混入民间，然后就跑去餐厅打工，然后洗碗就住下来了，怎么会在那边躲公园、逛大街呢？所以我觉得啦，我现在比较主观判断认为说，这应该是在测试你到底，我如果来橡皮艇，你雷达又测不出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成功？结果发现还蛮容易成功的，光是去年就29起，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破洞，你可能必须想办法把它堵起来。对啊，而且还在市场逛好像就无所谓，你来抓，根本无所谓这个地方如果真的要进来干嘛，应该躲起来才对好嘛，另外呢，这个《自由时报》今天头版头登到说，对台湾工作的承办，就老共对台工的承办，看今年2026年的大选那说中共北戴河的会议有一个密令，要全力扶持在台湾的爱国力量其实这个新闻很重要，就我更重视这个新闻。台湾人口连31个月负成长，7月只有7906人，台湾真的很惨也不用人家打你了，到自己都不生了，越来越35岁以下的，我前一阵子看报告，台湾的男女35岁以下的结婚率25%，只有25%的结婚率，75%是不结婚的，35岁以下。他不结婚，他4个人再1个人结婚怎么办？所以为什么出生率低，这是原因之一当然不一定要结婚才生孩子，但整个社会基本上还是这样的观念嘛好，那么对台4大战略所以北京要加大渗透台湾，同时要动员爱国力量，希望他们要影响台湾的年底的9合1选举所以下令戒选吗？陆委会说相关单位有高度防范那人流、金流资讯要精准的查缉这个连这个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长也说了钱人资讯好好查那另外呢，萧锡成今天接受中广王浅秋的访问，他不相信，他说没有听过这个北戴河什么一个正式的会议名称，有这个会议的名称吗？那边有开会，但是有这样的名称吗？而且呢，就算如果真的有那个北戴河那么高层开会，消息会让你知道吗？你怎么就知道那个消息呢？所以萧锡成认为这是这个民进党或者他们媒体在编故事了那这个所以呢，沈伯洋现在说了，要查证，要专注市政，不要去管这个北戴河下令怎么样戒选，不管他，好好的选举。黄金。今天这个新闻我特别的好奇，所以我很认真的把那里面的这个新闻呢仔细的看了一遍，这样子，我想说，哇，这个好伟大的一则新闻，到底它消息来源是谁？我真的好想要知道。这样，就是你知道它的第一句话叫做"据掌握"，这3个字他连写一个说据相关人员掌握或什么什么都没有就据掌握。那个据掌握到底是谁掌握？是你自由时报掌握呢？还是你从国安人员那边得知的呢？还是你从美国或者日本的消息来源然后所得知的呢？你看他第一段就从头到尾就写一个据掌握。你知道其实在我们从事新闻的工作来讲的话，就是你的消息来源如果不愿意透露消息人员的话，确实是可以，但是你一定必须要稍微的形容这一个消息来源它的性质。哇，这次连性质都不用了耶，他就来一个据掌握，而且甚至于就不是什么透露什么都不是，就据掌握，这真的是开了我眼界。我从来没有，就我从事新闻工作40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消息来源。然后接着就说是国安人员分析，
哈，就开始国安人士就分析了哦，这件事情如何的严重啦，如何，然后那个什么4种方法啦，什么你知道这个头版投完了之后，隔边，然后2版通篇就是开始访问学者了。啊，什么王洪仁啦，什么赖中强啦，哦，一堆的学者就开始分析为什么老共要这么做，如何。我想说，你们真的有没有去了解一下这些新闻到底是真是假？就是它的匪夷所思在哪里？你知道？因为好。中国大陆其实每一年都传言会有北戴河的会议，传言，请注意哦，他们从来没有一个名称叫做北戴河会议，都传言可能会有，都传言他们可能到了高层啊，还包括了退休的一些高层，他们到了这个夏日的时候，你只要看到习近平，然后还有他的国务院总理，好，连续几天都没有公开露脸，就是可能去北戴河开会了啊。那么他们开会，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他们大概会把国际上面，比如说对美工作，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那么可能是他们整个的这个讨论的一个主轴。我其实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在这里面还需要来决定对台政策的，因为你知道，因为对台政策。其实就中国大陆来说，它的层级反而没有那么的高，因为对台政策它要统一这件事情是它既定的政策，它也不会开一个会议说我不统一了。好，然后呢，对于它后面的那些技术性的问题，坦白说，国台办就会拟一个方案上来，然后呢，他习近平就可以做决定的。你要到北戴河，如果你真的能够知道北戴河开会开什么会，我真心的建议你可以到美国上班，因为美国 CIA。非常需要这样的人，他们已经抱怨很久，他们已经不知道北京现在的政策如何的思考，已经很久了。所以呢，这是一个高阶的、非常神秘的重要人士，你真的可以去 CIA 报道。我想中国对台湾选举的介选这大概也不是第一次听到。那到底自己是在什么样的会议？这个报道里面所据称的，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我想。这几年下来，大家其实都会看到中国介选的影子，不管是总统大选或地方选举，甚至是之前大家也一直讲说，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初选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状况？但总而言之呢，我想对于中国介选这个事情是绝对有的。那大家只是说透过这样子的媒体新闻，那大家必须警觉说，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很可能会有所谓的错假消息，或者是中国介选的影子，要提醒大家当心哦。那再来就是说，回到我们刚刚前面在讲说这个橡皮艇这个。来到台北港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当然在这一次这个署长有致歉了，但是它里面有提到说，为什么这一次署长特别要道歉呢？那是有提到说，因为。确实在雷达上面是有看到不明的光点的。那当时他们在判定的时候，这个雷达系统判断它有时候会有海浪的波纹、回波，或者是这一些看起来不太确定到底是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船只或者是渔船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判定，在这个过程当中。出了瑕疵，出了问题没有按照既定的 SOP 来去执行，所以第一个我认为这个部分是确实应该要来去检讨的。第二个是因为近年来不管是在离岛或者是在我们本岛，在这个淡水河口啊、林口海岸啊、观音到这次的巴黎台北港，都有非常多好几起，不管是用橡皮艇的啦，然后之前还有讲说什么手上挂个2个这个气垫的儿童泳圈啦，然后还有做这个保丽龙浮板的，然后就这样子来到台湾。第一个是确实像刚刚伟汉哥所说的，他是真的。譬如说他从金门他从厦门就真的游2公里来到金门嘛，又或者是他中间他可能是从渔船或者是什么从其他的船只，然后再从中线来到台湾，或者再从其他地方来到台湾，这个是一个要去关注的重点。另外一个就是说，确实现在海巡的人力光是用肉眼或者是我们现在旧型的这一些这个监测海岸的这些旧型雷达是不够的，所以近年确实在这个次世代的雷达现在来全面的更新，这个部分目前都已经有来进行采购，来进行全面的更新，但是真的要到2027年才能部件完成了。我觉得这个部分确实应该要，如果能够尽快，就应该让我们整个海岸的这一些次世代的雷达能够尽快的到位。第二个是。
AI 的雷达光点判断，就是回到我刚刚所讲的，到底这个光点它是海浪的波纹还是说它其实真的就像我们讲的，它可能是小型的橡皮艇，可能是有人就有游泳用浮板等等的做交罚。这个你在雷达的光点判断上面，你得用 AI 的辅助嘛，否则你就会像这一次一样，如果它出现误判，然后是得民众发现了橡皮艇去通报，我们才逮到人，而且现在到底是2个人、3个人都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它会成为一个我们在海巡的破口啦。所以我认为现在在这一些我们所谓的海巡人员的努力之下，大家是尽可能的来补破口。可是我觉得尽快的到位也是非常的重要。次世代的雷达跟 AI 的雷达判断应该要赶快处理。我先补充一句话，这些钱去年都编了预算，对，到今年5月为止还没有招标。休息了再回来。这个吴乃仁他把台糖的土地卖了然后呢被认为呢这个就是等于是利益输送了那法院判他要还1亿2千万，那因为一直没还，所以利息是加，就变成1亿8千万你自己想，1亿8千万的利息多少？一年就算1%，1亿8，1800，一年180万，1%，1%，你有听到1%的利息吗？就算1%。他现在1个月还5万，一年才60万呢，才0.3%如果这样的话，大家都来借钱借钱我一年只要付你0.3%的利率就好了，利息就好了，所以怎么可能嘛？所以当时关了12天管收，把它放了。问台糖为什么放？问经济部为什么放？他说是因为他跟我们签要还款要还款，跟我们有这个协议搞了半天1个月只还5万那所以呢，这个国民党的委员就说这叫做政治报恩。什么叫政治报恩呢？因为这个台糖现在的董事长吴明昌是屏东信赖资友会的执行长所以呢就让他做台糖董事长，意思说是酬庸了国民党委员这样说那另外呢，这个王世坚替吴乃仁还价，说他不会去赖这笔账，那现在已经赖了，那不会赖，现在不是这个不叫赖，那什么叫做赖呢？欠钱不给，这不叫赖吗？那所以呢，联合报也说民进党常常讲说青年勤政爱乡土，这个喊得很好但是吴乃仁这叫做青年勤政爱乡土吗？因为台糖是国营事业你等于欠国家的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欠款台糖1.7亿元，仅遭法院管收12天。因为吴乃仁愿意提出还款计划，却传出第一阶段协商破局，因为他的方案是1个月还5万元。台糖内部议论纷纷，因为吴乃仁提出来的条件实在是太烂了，完全没有任何的诚意。我所听到的每个月还5万块，按照这个还款计划，是不是要还300年之久？跟这个好像不大相符。那因为不到5万块。因为这个双方协商还没有结束，还款方案一切都还有变数。而1.7亿元的台糖欠款，其实是一家公司以及3个人的共同欠款。吴乃仁已经先还了750万元，银行存款遭冻结1700万元。我们是有委托了，委托律师来，律师是委托，但是谁决定要撤回？是律师当场做成的决定。律师当场做决定，不用问当事人，不用问你们台糖。他是应法官的说明你跟法官说明不一样，法官是说你们台糖主动撤起，主动的一个撤回呢。吴乃仁当初会被法院管收的原因，就是因为被爆料出入低消6万元的高档餐厅，还搭乘100万名车等奢华生活，似乎1个月能够偿还的不止5万元。这一点就不好意思了，民主进步党党团我们确实就没办法去掌握他们还款的一个计划到底是什么。吴乃仁的还款计划让党内自家人也感到一阵尴尬。经济部长龚明鑫也回应，如果第2次协商吴乃仁没有出面并提出诚意方案，将不排除再度申请管收。其实政治人物，譬如说过去有欠税欠国家钱有所谓的叫禁奢条款，所以柯文哲适用他不能搭高铁，甚至有过去我认识我们议会有政治人物，他有时候在行程的时候搭我的车，我说你不能搭车，我要搭计程车，他说不行。他被禁奢条款，连汽人都不能搭。那所有人都适用的情况底下，欠国家的钱是这样子。那台糖你现在是佛心来的吗？你现在在做慈善事业吗？你这债主显然很有问题
欠了1亿多，然后你跟人家谈好说啊，每个月还5万块，哎呀，还到几年？还还300年呢，这不是开玩笑吗？吴乃仁高档餐厅搭名车，然后还可以去健身房，甚至上次在管收期间还可以说他身体有病，那看不出来啊。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除了第一个，到底你吴乃仁背后的把苦是什么？当庄瑞雄委员这样讲说无法掌握的时候，那代表是要替他背书嘛？那如果他不行的话，那你问其他的委员，宇宙大爆炸那一位委员呢？你去问问看嘛。所以到底背后到底谁来挺他？是说赖清德背后在背书呢？所以这一个凸显说，第一个司法双标，第二个台糖你内部大有问题嘛？你的董事长你的总经理吴明昌是不是背后到底有没有人下令？所以你从独有的事件开始，台糖的内部治理通通烂掉了。这个暐瀚怎么看这件事情？2006年的时候，吴乃仁当台糖董事长，把土地贱卖了。贱卖之后，他的刑事部分，他2014年有去服刑，因为刑事部分嘛。可是你现在等于是你让台糖你这样子，你1.7到1.8亿，2个问题啦。因为我在谈论话题都很想用问题来解释最后的结果。第一个问题就是吴乃仁到底有没有钱还？因为你这个钱被亏了，你贱卖了嘛，对不对？有钱还，把钱还掉啊！不要让我们的这个国营企业等于是国家的钱来吃亏，这是大家老百姓一起怎么讲？我们都纳税的哈。第二就是有没有办法还？那这有什么差别吗？自己有没有钱还，跟有没有办法还两个。如果好，那你当时你贱卖，有没有人可以帮你把这个钱还给国家，还给大家嘛？那这事情就可以解决了嘛。第二，刚刚讲刑事已经服刑了，2014年。可是你民事欠钱不还，所以管收12天提出的一个方案是1个月还5万，那这样也能接受哦？对，这个不太合理啦。那我是觉得啦哈，因为吴乃仁毕竟他是这个赖清德总统用生命担保他清白的人，关系确实新潮流里面。那你跟总统的关系好，看起来又有特别的待遇，这对民进党来讲形象很不好。大家会觉得说，那吴乃仁厉害的宠，是不是后面有特别交代？大家会觉得这不是正常状况，然后还被拍到这个跑去健身房，还跑去干嘛？那你这样子，老百姓会觉得说，你贱卖了这个国营企业的土地之后，然后呢，你后续又一笔烂账不处理，然后你又每个月只还5万，那难道都没办法处理吗？至少明显讲的啦，他就不可以再有这些消费嘛。然后他现在手上，我想啦，因为我并不清楚那个细目，他应该手上可能完全没有任何财产。可是他还可以过着没有财产以外的生活，那就是到底有没有对？是不是已经身上没有钱？那身上没有钱，你得把这个钱还出来，这题才能翻页，否则他永远就会记在那边，就是把那个钱给贱卖，把台糖土地贱卖了以后，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做出贱卖台糖土地的这个决定呢？好，那么除此之外，监察院今天立法院在审查监察院的提名人了哈。那院长被提名人叫陈永新，他提出6个改革，而且说呢，废除监察院也并不是不可行啦，但是呢，一句话就废除监察院是不负责任的。陈永新问一句，我等下问巧芯，他说：“那立法院表现不好也要废吗？你们说我们监察院不好，不让废，那立法院表现不好，立法院表现都好吗？那而且呢，还没有废，我们就把我们的预算先删减，不合理而且违宪那另外呢，这个总统应该召开国是会议来讨论要不要监察院，也可以废啊，叫总统召开国是会议啊。那如果说总统有这个具体违法事证，也要监察院应该调查弹劾他。我自己呢，陈永信说他自己啦是嫉恶如仇。那因为呢，陈局请假超过1年嘛，陈永信说，我如果身体不好，马上请示，不会请假超过1年。那巧芯怎么看？他说，如果立法院不好，是不是也要废？为什么要废监察院？今天监察院的问题，它不是只是监察委员他的表现好或不好而已，它只是其中大家民众对于监察院的批评。那真正的问题在于民进党政府他们对于监察院的态度，长期以往是要废除的。结果呢，你一个院长陈菊，你们一起都说要废除监察院，就你执政了以后，陈菊先是都完全没有废也都没有提出大家也都没有讨论然后做了这么久之后，连陈菊不当院长了，新任的监察委员你还要继续，新任的监察院的你还要让他继续选，这个是你的政治承诺违反的问题嘛？所以其实我们在立法院里面修宪委员会有没有开？有开啊！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针对监察院的存废，修宪委员会再开了嘛。所以理论上来说，那民进党未来他们也应该要站在支持的角度上面，大家共同来做这个事情。好，第二个是我们现在在审查监察院长还有监察委员的这些提名人。
那不好意思，我今天审查你的资格是我立法委员的权利嘛，这本来就是你今天你当然你有提名权，就提名了人进来，那我们可以做成决定说你合乎大家的标准，或是不合乎啊，不然的话那。你也必须要修改立法委员的相关职权，你才能让我们说不去针对你的人事去进行同意权嘛。所以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本身就在打脸自己。今天你之所以要在这个台上面被立法委员询问，接下来你能不能做监察院长，要由立法委员投票决定。如果你对这个制度不满的话，那不好意思，你也要循宪政制度去修改它啊。那你也应该要提出来，你有吗？所以它不单纯是做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今天的这个提名人、被提名人他是不是任，本来就是立法委员在做的决定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样子的一个监察院的院长是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到投票的程序，这就我个人对于陈永欣他今天接受询问的时候我的看法。首先，你一下子说你没有抛弃你的台独政治信念，那同时呢，你又要接受中华民国监察院院长的这个身份，这个在我看来本来就不合格。如果你要坚持你的台独主张的话，那不好意思，中华民国的监察院你不要去当，你不要去贪恋这个权利。再来，你去讲说呢，好，你去讲说这个如果今天总统违法失职的话我有相关的市政照样弹劾，不要去讲总统违法失职，就你现在。监察院先前他们去滥搭公务车的事情，就先前陈宗彦他去有一些可能在这个关系上面的这个问题，你们监察院当初的投票怎么投的？再来讲一个吴宗宪委员、翁小玲委员前些日子他们到监察院去，希望监察院调查行政院他们没有执行刚刚我说的军人加薪的条例，还有。这个警消的所得替代率，这2个法案3读通过之后完全不执行，那监察院要调查，他们的回复是什么？监察委员的回复叫做他们不予立案，连查都不查，就直接一个公文给你，我们也是一般民众的这个程序去查嘛。还有我再讲一个我觉得很扯的案子，我曾经在当议员的时候检举过一个，他们父子是前任跟现任的立法委员，然后也是违反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法。最后监察院确实是认为他们有违反，给我的件是什么？密件，意思是说这个去要你调查了，你查了他们2个政治人物有问题了，我告诉你他们有问题，可是你不能跟别人讲哦，只要你公开讲，我就办你泄密。今天待会或许我们会讨论，不知道，但是泄密的事情，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所以我们当然每一个监察委员、监察院的院长，然后副院长一个一个问嘛。如果你真的是非常符合大家期待，当然可以通过。但如果你不符合期待，我们是依照我们的职权认为你不是人。休息一下再回来。